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各位介绍这刚刚提到的这几个 apnea、hypopnea 跟 RERS 呢，它的定义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们跟各位介绍呢，什么叫做 apnea？apnea 呢，简称来的，它的意思呢，就是停止呼吸。那这样的，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呢，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它会发生的是，它的气流呢，跟它在正常的呼吸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然后降到呢，它的比它正常呼吸的10%以下这样子的一个量，那甚至是完全停止呼吸。它会维持呢有至少10秒钟这样的一个长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等于是睡觉的时候呢会完全停止呼吸。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常常就会合并我们的这个在脑波上面会看到呢有一个 arousal， 就是我们会有觉醒。因为呢我们在呼吸一旦停止的时候会去刺激我们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呼吸的中枢，甚至刺激到我们的其他的身体的这些包括一些自律神经，包括我们的这些意识这些状况。所以呢我们就会从比较熟睡的一个状况呢必须回到浅睡，那甚至是有一点觉醒，那这个时候才能让我们的上呼吸道的这个肌肉张力恢复。所以呢病人在出现 apnea 的时候呢，通常就是要透过一个 arousal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从熟睡的时候呢，回到浅睡，甚至是清醒的一个状况，让他的呼吸的这个肌肉的张力能够恢复，然后才能够得到恢复呼吸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通常这个 apnea 可能病人会在10秒、20秒，甚至呢超过30秒这样子的一个停止呼吸之后，就会有一个 arousal 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之后呢，才能让他的这个呼吸呢恢复正常。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停止呼吸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同时也会在测到呢，我们有血氧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二氧化碳也会有升高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呢，关于睡眠呼吸的障碍的一个生理上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 hypopnea。那这个呢，没有像刚刚的 apnea 那么严重，不过呢，它也是属于呢呼吸会有下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医学上面的定义呢，就是让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呼吸的一个量呢，会降到原来的70%以下。简单来说，就是至少要有30%的一个下降的量，然后比10%还要高一点。所以呢，没有到 apnea 那么严重，不过呢，它也降到原来的一个 baseline 的一个70%以下。那这样的情况呢，也持续至少要10秒钟。那因为呢，它这并不是完全停止呼吸，所以呢，我们还要加上第3个条件，也就是呢，病人的这个血氧低下的情况呢，要下降至少有3%这样子的一个量，然后我们才能符合这个 hypopnea 的一个定义。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病人同时也都会合并有一个 arousal 的情况，也就是呢，当我们呼吸不足的时候呢，同样是要透过由熟睡的一个状况回到浅睡，甚至有点觉醒的一个情况，才能够恢复呼吸。那关于呢这个不正常的呼吸的 pattern 的第3种 pattern 呢，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 respiratory effort related arousals。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简称 RERAS， 或者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 RERAS。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指的是病人在睡觉的时候呢，他的上呼吸道有可能是肌肉的张力下降，或者他的这个呼吸道变得比较狭窄。不过呢，这个时候通常在气流不顺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呼吸中枢，所以呢，病人有可能会提高他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费力的程度，来获得呢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呼吸不足的情况。不过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必须要比较费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它虽然能够维持足够的一个气流量，而且也不会出现呢有明显的血氧下降的情况。不过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费力的情况，常常就会导致病人呢一样也会从比较深的睡眠呢，一样有一个 arousal， 就是一个觉醒的一个现象。所以呢，简单的来说，这个 RERAS 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就是因为呼吸费力导致觉醒的一种呼吸的一个 pattern。那这个呢，在睡眠呼吸障碍里面呢，同样也是属于跟睡眠相关的一种呼吸障碍，不正常的一个呼吸的 pattern。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另外一个名词，我们把它叫做 Upper Airway Resistance Syndrome。
那指的呢就是所谓的上呼吸道的狭窄的一个症候群。那这样子的一个症候群呢，在过去指的是有一些病人呢，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呼吸停止或者是呼吸不足甚至缺氧的情况，不过呢一样会发现到病人因为呼吸比较费力而有觉醒。那过去呢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呼吸费力这个 RERS 的情况呢，把它认为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疾病，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疾病的名称，把它叫做是一个 Upper Airway Resistance Syndrome。不过现在慢慢发现呢，实际上这种上呼吸道狭窄症候群呢，它本身呢很可能就是一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的一种 subtype。那它可能只是代表呢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所以呢，目前我们是把这个 RERS 呢跟其他的这些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呢，是把它当作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 RERS 呢，实际上就是跟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过去所称呼的这个 Upper Airway Resistance Syndrome 呢，实际上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Sleep Apnea 的一种这个 subtype。所以呢，我们把刚刚的这3种不正常的呼吸的 pattern 放在一起做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左边呢，它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各位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 air flow 呢，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然后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缺氧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PES， 指的就是呢，就是一个 esophageal， 就是我们的食道的一个 pressure。所以呢，如果我们去测一个病人的一个食道里面的压力，那食道里面的压力，我们知道食道里面的压力的变化，就是代表我们因为呼吸的时候产生的一个胸腔的一个压力的起伏的变化。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压力的变化越来越大，代表就是说，因为呼吸的这个阻力增加，所以呢，我们必须做比较大的一个呼吸的这样子的一个做工。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看到气流下降跟血氧低下的情况，不过呢，到最后我们可以在脑波上面看到有一个 arousal 的现象，所以这个指的就是因为呼吸费力导致呢有觉醒的情况。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RERS。然后中间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气流已经比所谓的 baseline 呢有稍微下降的情况。那也可以看得到氧气有下降，那同时也看到脑波上有看到 arousal。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hypopnea， 它的气流呢大概有降到 70% 以下，不过还有 10% 以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呼吸不足的现象。然后在最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air flow， 这个气流已经几乎是一条线，那已经降到 10% 以下了，而且呢也会看到血氧低下以及脑波的这个 arousal，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停止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 apnea。所以呢，我们把刚刚这几个现象，我们用这张图来跟各位说明。在最左边呢，就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呼吸的一个 pattern。病人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发生上呼吸道狭窄跟阻塞的情况。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上呼吸道它里面的这个通道呢，已经变得比较窄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虽然是有呼吸的一个气流，不过呢，已经有慢慢的变小，只是呢还不到 70% 以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RERS。那再来的话呢，随着这个管腔越来越窄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气流就更明显的变小了。在最右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气流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称的 apnea， 就是完全的停止呼吸了。